朋友们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中国过去有句人人皆知的古话，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么现在的习近平呢，他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种困境。他在内部呢是遭遇了有挑战和逼宫，双方呢各有斩获，暂时呢高下未分。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来自外部的打击呢又是接踵而至了，而且非常诡异的是这些打击呢招招命中他的要害，都是习近平想要稳住局面、巩固权力的关键。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修改美台关系的官方说辞，与谭德赛给清零模式大泼冷水这两个事件。今天的话题呢比较多，从清零到香港抓人，从台海起风云到俄乌生变局，我们都会涉及到，所以呢，我会尽量简要一点来和大家讨论一些重点信息。首先呢，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官网更新了这个美台关系网页，更改了重要的文字说明这个事件。我想可能大多数的朋友都已经看到新闻了，就是美国国务院对官网内容的更新，它是在上周发生的。一开始呢，并没有很多人注意到，直到本周才开始发酵，并且成为了这个舆论的焦点。那么这个更新的动作呢，它是发生在国务院的官网美台关系网页的事实情况描述这一部分。它主要是包括了以下几点重要的信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删除了旧版中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以及另外一段美国不支持台独的文字。第二呢，是在有关美方对一个中国政策阐述中呢，首次把这个台湾关系法放在了美中3个联合公报之前，同时呢，首次把这个6项保证给纳入了。第三呢，就是新版的美台关系部分呢，它在第一段的一开场就指出，说作为一个领先民主及科技重镇，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伙伴，美国与台湾共享相似的价值、深厚的商业及经济连接与坚实的民间关系。这个阐述呢，它就取代了旧版的美台维持牢固的非官方关系的这个话的位置，并且呢，把后者放到了更后面的位置去了。第四一点呢，就是这个新版它用美国与台湾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有牢固的非官方关系，并且在台海和平稳定上有深远利益，取代了旧版的说维持亚洲和平稳定是美国的愿望这样的一种说法。当然这些变化它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了，因为所有人都关心这个是否就意味着美国对台湾立场发生改变了呢？其实在官方层面呢，美国国务院的一名这个发言人，他通过邮件已经有出面进行解释，说美国的立场呢没有改变。当然我们从外交术语上说在美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并与之建立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前1秒钟，这个官方呢他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立场其实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呢，在外交意义上改变，它其实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客观事实了。我们过去多次和大家就有讨论过，就是说美国它一定会在宣称继续保持模糊战略不变的这个前提之下呢，它不断的往清晰化的那一端去移动的。这个不是说是美国它主动想要这样做，而是中共自己率先不断的清晰化了它的台海战略，导致美国呢不得不以此来作为应对的一种必然。那么就我看来美国国务院的这一次网页更新，它主要是包含了几层意义。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删除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以及美国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呢，并不意味着说美国它现在就准备要承认台湾了。但是呢，可以看到美国已经非常明确的在支持海峡两岸互不隶属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美国的重点呢，它不在于承认台独与否，而在于要否定中共这个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这样一个立场。其次呢，美方首次把这个6项保证与中美3个联合公报并列起来，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强调这个6项保证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呢，它都是属于政策性声明，它是一个级别一个性质，都不具备强制的法律效力。换句话说呢，他们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修改和调整。
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中共啊，它把一个中国称之为是原则，而美国呢，一直都称之为是一中政策的原因。原则和政策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则呢，它轻易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政策却是随时都可以调整的。第三呢，美国用台湾是领先民主及科技重镇，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伙伴，来取代了美台非官方关系的这种位置。它的目的其实就要强调啊，这个海峡两岸问题它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了，它不再是过去的一个简单的内战历史的遗留问题，而是涉及到全球民主与集权这两大价值观尖锐对立的问题。所以这个不仅仅只涉及到中美台三方关系，而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把台湾问题国际化，而且是正式的国际化，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既定方向，它不会变的。美国国务院对台关系的新版文字呢，我个人理解为啊，它其实是佩洛西那个原计划访问台湾要进行一个政策宣示的一个弱化的文字版本。但是即便它是弱化版，它对中共的冲击依然是不小的。我们看到中共外交部的官方回应啊，是相对比较低调的。赵立坚呢，这个战狼他除了老调重弹说这个一中原则那些相关的内容，然后呢，他对美方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这个文字呢给予的回应呢，他只是说这是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的小动作。然后呢，他就呼吁说啊，要把拜登有关美方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要停止搞这个以台制华啊等等。我们都知道，中共外交它在过去一直有个习惯，就是它往往对不疼不痒的一些事情呢，它会声色俱厉，甚至是大发雷霆。它反而对真正严重的事情，它会尽量的去低调淡化，故作云淡风轻。这个赵立坚他虽然把它定调为说这只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即便这真的只是一个小动作，那么在习近平遭遇到逼宫危机的时候，突然被抛出来，它的杀伤效应呢也是可观的啦。因为台海啊，它原本就是习近平要争取连任的最主要的筹码之一。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公开的支持普京发动侵略战争，其实是付出了巨大的外交代价和经济代价的，对吧？他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冲着台海而来的。但是普京的这个拉胯的表现呢，它不仅使得整个欧洲已经是放弃了绥靖路线，它同样使得整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氛围也日趋的强硬。美方对美台关系描述的这种文字改变啊，它只不过是这种政治氛围集中显露的冰山之一角而已。也就是说，赵立坚他无意中啊，其实说出了一句实话。什么实话呢？就是习近平对台海的这种文攻武吓的政策，它事实上正在被美国掏空。这一点，它是反习势力求之不得的事情。那么对习近平的第二个打击呢，是来自于谭德赛、谭书记了，而这可以说是一个更大的打击。就在昨天，这个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呢，他在日内瓦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就表示说，考虑到新冠病毒的特性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呢，世卫组织认为这个清零防疫政策是不可持续的。然后谭德赛呢，他还继续表示说，世卫组织啊，已经和这个中国的专家们讨论了这个问题，直接就告诉了对方说，这种方法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我们如果说考虑到谭书记啊，当年曾经是有高调的称赞过武汉封城啊，这是体现了习主席非常少有的领导力。那么考虑到这种表现，再来对比一下他昨天的这盆冷水，可以说他就是泼的有点罕见的了。而且啊，这个时间点呢，他也是有点敏感的，对吧？谭德赛的表态啊，他毫无疑问是击中了当前国内局势的一个焦点。所以呢，中共我们看到立即就对他的讲话进行了全网的封杀。赵立坚呢，他先是在外交部的例会中声称啊，说这个动态清零是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的，也就是说算是呼应了一下习近平那个关于这个清零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说法嘛。然后呢，他就警告谭书记说，希望有关人士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而此前呢，因为这个揣摩上意失算而被迫删除了对这个清零政策说三道四文章的胡锡进啊，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他立马就发表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来驳斥谭德赛。一方面呢，他说谭德赛的这个说法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说呀侍卫的态度毕竟是不重要的，还说这个侍卫他不敢批评死人最多的美国，他也从未影响过美国。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说这个侍卫其实在把这个中共当软柿子捏了。在另一方面呢，这个胡边呢，他又指责谭德赛说这个你们侍卫认为清零不可持续，但是呢，却又拿不出一个更加有效的、更可持续的办法。而中国现在正在对如何清零奥密克戎进行一场艰难的探索，而且呢，是正在付出代价和牺牲。侍卫不应从外部拆中国的台。所以大家听听这个话，他不其实就是在说这个谭书记这个所说的这个话表的这个态，它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嘛。它都已经可以上升到说给中国整个国家来拆台的程度了。那么胡锡进这篇左右互搏的文章，我们把它通篇看下来呢，我觉得他与其说他在为习近平的清零路线辩护呢，其实不如说他在为自己上一次的重大失误解套。那种急于表明自己心迹的紧张，可以说是溢于言表的。但是不幸的是呢，胡边呢，他可能真的是因为退休而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敏感度了。他想为自己解套，同时呢，替习近平教训教训谭书记。但是在我看来，他只不过是给习近平下了一个新的套，无论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胡边关于那些什么侍卫毫无办法啦，什么清零拯救了几百万人，这些胡边的内容呢，他其实是不值一驳的。但是胡边他说习近平的清零是当局的这个艰难探索，这个说法呀，他多少就有点高级黑之嫌了。因为在中共党史上啊，恰恰就是习近平他在任期之内嘛，对这个文革历史进行了大幅的修改，并且是首次以艰难的探索来予以一个党史定性的。胡边说这个习近平现在又在搞艰难探索呢，那不就等于是在暗示习近平正在发动一个新的文革吗？本来大陆的舆论就在围绕着清零封城究竟是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相互掐架，正掐得厉害。那么这下好了，胡边貌似李克中的几句话，他就等于坐实了习近平在借着清零整治他的反对派嘛。此外呢，我们看到胡边在文中他还声称说中国社会出现了分歧，这也是侍卫的话得以发酵的原因。这种说辞啊，它其实就等于公开证实了习近平的清零在大陆正在遭受强烈的质疑，对吧？不仅包括民间，它当然也包括党内了。所以我想胡边这篇雕盘文章呢，它实际上从另外一个侧面是反映了谭德赛的讲话对当前时局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如果说我们要套用一下赵立坚刚才的那种说法，那么谭德赛的这个表态的影响呢，它就等于是虚化掏空了清零政策的一个动作，而且它不是一个小动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动作。因为毕竟谭德赛他是侍卫的总干事嘛，他的一个正式表态，他就等于是从专业的角度否定了清零模式的科学性，他也就否定了清零模式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呢，我们完全就可以预见到，习近平他一定会用更为极端的风控清零的措施来证明谭德赛你错了，他要来挽回谭书记这个打击所造成的损失嘛。这个不仅是习近平的思维模式，它更是中共一贯的思维模式。现在我们看到上海出现这种攻坚行为啊，这个非常强硬的隔离，包括越演越烈的这种入户消杀，都是属于这个范畴。入户消杀呀，这个话题在最近这2天突然的升温了。那么它是因为有几个相关的视频一下子火了。这个不仅是因为那种无死角喷洒消毒液的这种消杀场面呢，它太过于震撼，是吧？太过恐怖，甚至可以这么说。它更是因为
有的当事人他已经享受了被洗劫一空的这种待遇，就是说家里值钱的东西呢都被这些大白啊以这个医疗垃圾的名义给合法的带走了。这个事主后来去报了警，他也都没有得到结果。其实这个入户消杀的本身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2020年2年多以前的那个3月9号，中国的疾控中心就有发布了一份特定场所消毒技术指南的文件。这个文件呢，它就要求在阳性病例住院或者死亡之后，包括这个无症状感染者核酸检测转阴以后，都要进行终末消毒。这个终末消毒的意思其实就是入户消杀，它包括这个居住场所的地面啊、墙壁啊，还有桌椅等家具的台面，包括门把手啊，还有这个患者的餐具、饮具、衣服、被褥等等生活用品，还有什么玩具啊，当然还有卫生间了，全都包括在内。但是这样一来，它其实有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2020年3月的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在当时疫情刚刚才爆发嘛，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共病毒的了解其实非常的欠缺，所以采取这种杀灭手段呢，它也许还可以说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措施。但是现在国际社会对病毒在这个空气中，包括在物体的表面啊，它能够存活多长时间，它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研究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就证实，这个中共病毒在硬纸板上它存活的时间最多也就是24小时，在这个塑料啊还有不锈钢啊等等这些物体的表面它存活的时间，那么最多也就是达到2到3天。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相关的研究也都是差不多少，极个别的案例发现了这种时间它有很长的，它最长也都只不过是1周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意味着对任何一所这个主人被隔离超过了14天的房屋来说，它几乎就没有消杀的必要。可能有很多人都看到了啊，就是说这个有些新闻报道嘛，说这个检测人员啊在什么什么物体的表面啊测到了这个病毒核酸反应呈阳性，因此呢，他们就理解为这是有必要进行入户消杀的一个理由，这不就是证据吗？但是这个其实是在混淆概念，混淆什么概念啊？我们在以前就是北京甩锅这个海外邮件播毒的那个节目中就和大家有讨论过了，就说这个病毒啊，它是需要寄生在宿主的活体之内，它才可以继续的生存繁殖的。它在这种环境中的这种病毒啊，它是无法进行自我复制的，即便是在几天之后你去检测啊，发现了它还是有阳性反应，那只不过是因为那是病毒的尸体的片段所造成的抗原反应，它根本就不具备这种感染的危险，它更没有消杀的必要。所以呢，这种入户消杀越演越烈的本身，它实际上和这个封城是一样的，它的实质上啊，只是为了证明这个清零是绝对政治正确的一种表演。不如此啊，它不足以证明这个病毒啊是非常可怕的，它也不足以证明这个所谓的清零它挽救了啊几百万的生命的这种说辞。但是呢，这种表演呢，我们看到它却是要以无数公民的抄家式的财务损失来作为代价的。中共的这个清零防疫的本质呢，我们说过，它就是一个身份政治加群众斗争的再现。他们先用不同的颜色码来划分人群，就像过去划分这个政治成分是一样的，什么地富反坏右啦等等。然后呢，再给予不同的社会等级的待遇，再然后呢，就限制特定人群的人身自由，然后就剥夺特定人群的财产。这个可以说就已经是最后的红线了。因为一个人呢，一旦他的名誉、自由和财产都已经被剥夺之后，他唯一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就是他的生命的本身了。如果这场运动它要继续的深入开展下去，它会不会从这种终末消毒走到终末清除这一步呢？我想这二者之间呢，它其实并没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对吧？它只不过就是50步和100步之间的区别而已。
我们看到这个曾经被视为是上海第一名嘴的叶慧贤这位老先生呢，他就说他家有上万册珍贵的藏书和文物啊等等。如果说要入户消杀，那么他就要以跳楼来进行抗议。我想这样的场面呢，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是一点都不陌生的。甚至如果真的有人因此而跳楼了，恐怕他最终还要给背上一个暴力抗法、拒绝配合防疫的罪名。就像当年那些被扣上一个畏罪自杀的这些文革中的那些人是一样的。好的，最后我们来简要的说一说两条最新的新闻，它都和习近平现在的状况是直接相关。一个呢是中共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他在近日有出席了中国国际金融30人的论坛暨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办的一次内部视频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它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集中的讨论这个俄乌危机对全球金融格局和中国带来哪些重大的变化，中国应该如何去应对等等。那么这个高玉生他在这个会上是做了发言，他的观点呢，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来概括，就是俄罗斯注定要彻底失败，美国主导世界格局将得到加强，而中共可能会更加孤立。值得注意的是高玉生他的这个发言一度在海外党媒凤凰网是有刊登的，但是随后呢又被删除掉了。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呢是今天才刚刚发生的，就是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成立了一个叫做612基金的这个基金会的4名信托人呢，在今天被这个香港国安处的人员以涉嫌违反了港区国安法，叫做勾结外国势力罪，以这个罪名给逮捕了。那么这4个人呢，他们分别是已经90高龄的天主教的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还有呢大律师吴霭仪，还有知名的歌手何韵诗，以及前岭南大学的学者徐宝强。那么这个612基金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专为所有在反送中运动中受伤、被捕、受到暴力攻击或受到威胁人士提供法律、医疗还押再囚支援，还有紧急的经济支援等等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它实际上呢是早在去年9月份就已经停止运作了。那么我们把这2个消息放在一起看呢，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释放的信号与此前我们分析习近平的那个政策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在对外关系上已经在寻求缓慢的转身了，他要与西方呢设法的缓和。包括他昨天主动与这个德法2国领导人通话去拉关系，都是这个目的。那么像高玉生这样的一种直接说俄罗斯必定失败的观点，这种发言他没有经过相当级别的允许我想他不可能被发表在海外党媒上给外界来看的。同时呢，习近平他在对内控制上是在加严加紧，同时他也通过对这个香港反送中的知名代表性人士的抓捕，来向全世界表明党内的权力依然在他的手上，香港大陆化的这个进程呢，它不能够中断，只能够继续的去推进。好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呢，很快就要开赛了。非常欢迎各路武林豪杰呢都报名参赛，共襄盛举。那么相关的这个信息呢，我们贴在了今天我自己节目的这个文字说明的下方，也欢迎朋友们都分享。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承袭传统，弘扬武德，真传再现。各门派好手汇聚，再现武艺精髓。2022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将在纽约、台湾举行初赛，8月28日纽约现场决赛，并网络全球直播。报名热线188847792228，详情请访问martialarts.ntdtv.com。